一众人也算是塔瓦纳的老熟人了，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塔瓦纳如此冷酷的一面。此时的塔瓦纳全然不顾这帮人紧张忐忑的眼神，只顾着面无表情的吃饭。其他人心中担忧无比，于是便纷纷看向史蒂夫。他们是看在史蒂夫的面子上，或者说他们是迫于史蒂夫的压力才不远万里来了华夏。本身以为史蒂夫是给塔瓦纳撑腰的，可是看眼前这个架势，好像又不太像。几人低头交头接耳，然后其中一人便看着史蒂夫，紧张地问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能不能信？苦您跟我们大概说一说，您让我们来华夏究竟是什么用意？史蒂夫冷声道：斯维特小姐刚才说的你没听见吗？让你们先吃饭，稍后会有人来跟你们谈的。众人心中更慌，什么都不说清楚，谁有心情吃得下饭？毕竟大家之前都想干掉塔瓦纳，尤其是马特·芬克尔斯坦，甚至还放出了11暗花。现在塔瓦纳就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饭桌前，他们自然担心塔瓦纳会报复寻仇。这10几人拿起筷子犹豫半天，又重新放下，如此循环了好几遍。就在他们愈发担忧的时候，包厢门忽然被人推开，推门的是洪武。他推开门之后便立刻向一旁闪身，恭敬地说：叶大师您请。叶晨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迈步走了进来。10几个美国飞过来的宾客一直在不停打量叶晨，想知道这个年轻人究竟什么来头，竟然能在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的饭局上压轴登场。叶晨倒也不像搞什么压轴，只是他必须得先把老婆送回家才能赶过来。叶晨一进包厢门，史蒂夫便立刻站起身来，恭敬不已地说道：叶先生您来了，请您坐我旁边吧。只说了一句话就开始低头吃东西的塔瓦纳，此时也放下筷子站起身，恭敬道：叶先生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也像条哈巴狗一样慌忙起身，他不敢跟叶晨打招呼，只是自顾自地向叶晨鞠躬。其他人虽然不明白叶晨究竟什么来头，可是看眼前这个架势，也猜出他绝不是一般人，搞不好他就是暗中给塔瓦纳撑腰的那个。于是一众人也赶紧起身，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叶晨来到史蒂夫和塔瓦纳中间的空位坐下，环视一周，开口道：感谢诸位不远万里来到华夏，一方面给塔瓦纳庆功，一方面给我的朋友洪先生捧场。众人一时错愕，洪先生是谁？没听说过啊。叶晨伸了个懒腰，随意地靠在座椅靠背上，随口说道：我看你们有些人也挺眼熟的，应该也都是美国头有脸的人物。我心里很好奇，你们这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不能好好过，非得整那些猥琐变态的路数呢？叶晨问得这么直接，谁都不敢开口回答。他们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发指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，接连杀害与之有关的人。之前有一个跟马特·芬克尔斯坦差不多的角色，也是买了一个岛屿没事组织大家聚会的家伙，前段时间就已经被他们搞死在监狱里了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这次是要先逼着马特·芬克尔斯坦弄死塔瓦纳，再找机会把马特·芬克尔斯坦也干掉。如果把这条线索也断掉的话，那他们基本上就能够高枕无忧了。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件事竟然会有今天这般走向。叶晨见他们都不说话，便开口道：都不愿意开口是吧？那这样你们不用说了，我来说。说完，叶晨提高几分音量：首先是你们想要暗杀塔瓦纳的事情，竟然动了杀人的心思，就最起码要承担起杀人的责任。我可以替塔瓦纳跟你们达成一个协议，从今往后塔瓦纳可以不对外说出你们的任何事情，但你们必须停止一切伤害塔瓦纳的行为。另外，你们还要就你们之前的所作所为，向塔瓦纳道歉，并且赔偿精神损失。其中一人心下一喜，连忙道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只要斯维特小姐不对外说出我们的秘密，我们一定不再对斯维特小姐有任何冒犯的行为。
至于您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失，我们也愿意承担。这些人心里都很清楚，虽然不知道叶晨的来路，但就算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都对他毕恭毕敬，就能看得出这人极不简单。真要惹恼了他，可能史蒂夫就第一个不同意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当然不敢对叶晨的话有任何反驳。这人表了态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这个时候，大家也都愿意花钱消灾。别说他们，就连马特·芬克尔斯坦这个拉皮条的掮客也是一样。他之所以愿意拿出10亿美金来要塔瓦纳的命，就是要替这帮人保守秘密，让这帮人放心。于是叶晨便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，你们这帮人每人拿出1亿美金，算作精神赔偿。至于马特·芬克尔斯坦，你是雇凶杀人的始作俑者，你就多出一点。原本你就打算拿10亿美金来解决这个后患，现在这个后患已经解决了，你还把这10亿美金拿出来，等于你前前后后没多花一分冤枉钱。而且你做的这些事情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。其他人对1亿美金的要价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他们来说，1亿美金能解决塔瓦纳的威胁，并且不用被叶晨和史蒂夫追究责任，已经算是非常划算的了。于是这帮人立刻答应下来，生怕叶晨再反悔。就是马特·芬克尔斯坦心里有点郁闷，人家都只要出1亿美金，到了他这里就要出10亿美金，属实有点肉疼。可是肉疼归肉疼，他现在已经成了史蒂夫的走狗，自然不敢对叶晨有任何忤逆，于是便立刻表态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放心，10亿美金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。”塔瓦纳此时有些惊骇，他没想到叶晨一开口就准备从这些人身上要来20多亿美金，而且这笔钱要是给自己，自己也不敢收。于是他低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些钱我不能收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本来这些钱也不是直接给你的。塔瓦纳有些尴尬，看起来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。叶晨这时对这些人说：“你们承诺的这些钱，30%直接赔付给塔瓦纳，剩下的70%，我需要你们联合成立一个基金。”基金？一众人都惊讶不已。其中一人问叶晨：“您的意思是让我们用剩下的钱搞一个慈善基金吗？”“不是。”叶晨摆摆手：“让你们这帮人搞慈善，说实话，那都是打慈善的脸。”说完，他叹了口气，感慨道：“我这2年为人低调了，否则我处理你们这种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们浑身上下划满伤口，全部都装进一个铁笼子，再把铁笼子焊起来丢进长江，让那些肉食性的鱼类吃你们的皮肉，把你们吃的只剩白骨。”叶晨说的轻描淡写，却让这些手上沾满无辜女孩鲜血的上流人士一个个心惊胆寒。他们丝毫不怀疑叶晨这番话的真实性，他们甚至相信叶晨一定做过类似的事情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紧张地问：“叶先生，那请问一下，您说的基金是什么性质呢？”叶晨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要你们在一个法外之地注册成立一家基金组织，这个基金组织所有的资金都用来购买比特币，这些比特币将用来通过地下网络向全世界悬赏。谁曝光那些和你们一样残害无辜女性，却又逍遥法外的罪犯，谁就能得到奖赏，谁把他们杀掉，谁就能得到更多的奖赏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眼中满是杀意，冷冷道：“我打一个比方，如果美国境内还有人干着和你们一样的勾当，如果有人曝光出来，并且证据确凿，可以奖励他500万美金。如果谁能够把那些法外狂徒杀掉，那每杀一个人也奖励500万美金。如果这样的人太多了，杀到最后基金里没钱了，你们就每人再投1亿美金进去。”马特·芬克尔斯坦吓懵了，脱口道：“叶先生，这属于公然的雇凶杀人啊！万一被 FBI 或者是其他国家调查出来，我们恐怕会有很大麻烦。”一旁的史蒂夫皱着眉头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，怒骂道：“你这个狗亮养的，
之前雇凶杀塔瓦纳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很大麻烦？现在你开始怕麻烦了是吗？马特·芬克尔斯坦没想到，史蒂夫竟然直接对自己动手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心里更是一片胆寒。他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眼下已经没有任何退路，没有史蒂夫的庇护，自己可能活不过明天。在场的这些人恐怕就会第一时间找人干掉自己。现在自己还怕什么得罪别人？只要不得罪史蒂夫和叶晨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哪怕被美国警方全球通缉，有史蒂夫的庇护，自己起码就不会死。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蛇年除夕到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注与陪伴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。新的一年，愿你们生活顺遂，梦想成真，我们继续携手共进。蛇年快乐！